你爸用钱色拉我爸下水，肮脏龌龊到了我能够忍受的极限。你认为我们俩之间的感情没有被玷污，还纯洁无瑕吗？你认为我们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在一起吗？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，好吗？对不起啊，苗英。我现在只要一见到你，我就没有办法把你跟你爸分离开。只要我跟你在一起，我就躲不过，我也甩不掉他。他就像我身体里的一个毒瘤，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把它彻底割掉，包括被玷污的部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不想和你家有一丝一毫的联系，所以，我们到此为止，彻底结束。既然我不能改变他们，改变这个世界，那至少我可以不被他们，被这个世界改变。我不认他是我爸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现在出去一趟，我希望我回来的时候，你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搬走了。
这个时候。阿威哥，怎么了？我跟苗莹正式分手了。如果在1个小时之内，她还没回家，请你找到她。还有，这段时间她的情绪可能会不太稳定，照顾好她。阿伟，我。Sorry, 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. 我靠！书澈，不是吧？喂，阿维哥，出事儿了！我姐突然被舒澈分手了。分手？那他现在人在哪儿啊？哎，不知道啊，这都消失2个小时了也没下落。我把我朋友都撒出去，满世界找我姐，到现在还没找着，没辙，只好给你打电话了。哎呦，你怎么不早给我打电话呀？哎呦，你就先别怪我了，能不能给个有价值的线索先？你等会儿让我想想啊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我知道他有可能去一个地方。你这样，你现在马上开车过来接我。行，我马上就到啊。来这儿干什么呀？这是之前舒澈向你姐求婚的地方，现在估计成了他伤心的地方了。走，快点儿。哦，这你都知道？
姐，你又和叔叔闹分手了？这次是真的分了？那你们这都为什么呀？不是你倒是说话呀！跟我们回家吧。先回去吧。妙言，失去他不代表失去一切。姐，你和叔叔真没办法挽回了吗？行，我揍他去。哎，小陈，别拉着我！你这干嘛呀？啊！说他妈分手就分手，说不就不又他妈分手，为什么呀？陈然，你别跟着瞎搅和了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行，那你告诉我，你和叔叔到底为什么要这样？我真的好羡慕你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希望你能一直像现在这样随心所欲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而不是像我一样，身上永远烙着这个家的印记，还得背着伟业继承人的负担。我就连学什么样的专业，人生的路可以怎么走都没办法自己做决定。现在，我甚至连爱什么样的人，能不能爱，能不能结婚，最后到底能不能在一起，我都身不由己。那你和叔叔分手，还是和咱家、和咱爸有关系吗？我真的好累呀。我不想再去想这些，我只想好好的能睡一觉，能让我睡着，什么都不去想。你这是干嘛呀？把它喝了。
什么都别想，好好睡一觉。睡着了，今天操蛋的事儿就过去了。明天呢？明天再应付明天的操蛋。绵绵，谢谢。我最糟糕的时候，你都陪在我身边。快睡吧，别着凉了。我姐睡踏实了。啊，睡着了，好好守着你姐。今天晚上你就别睡那么踏实了，听着点她的动静啊。必须的。那我就先走了，你有事儿你给我打电话，我随叫随到啊。行，谢谢你啊，哥。我程然，陈然，你姐呢？我打了她一天的电话，她都不接。我是想通过她找舒澈，舒澈也是。公司找她有事儿，一整天都联系不上她，先是不接电话，然后就直接关机了。我姐和舒澈分手了。什么情况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这次好像是真的。昨天晚上她回来，灌了大瓶威士忌，然后一直睡到现在。那我去看看她吧。不用了，让她再多睡会儿吧。那你先看好你姐啊，我们俩随时通着气儿。行。嗯，拜拜。舒澈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舒澈。我听说你和妙莹的事了。我虽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状况，但我知道其实你心里面特别担心她。我来就是想要告诉你，陈然已经接妙莹回家了，她身边一直有人陪着，你放心。可是我们都很不放心你，你想跟我聊聊吗？如果你觉得一个人待着要比和我聊聊更好的话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。拜拜。
不都已经过去了吗？你们这半年不都一直都好好的吗？怎么忽然就又……身边的人都以为好好的，我也是。实际上，越来越糟。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在半年前已经走了吗？还是说你压根儿就没走？没错，我到了机场又折回来了。幸亏我当时没走，我要是当时走了，我就不会知道现在妙莹有多可怜，你他妈有多混蛋！你干嘛？你给我起开！我告诉你，我为什么揍你？因为你一分体谅都不给妙言，让她受一肚子委屈，到头来给她最大痛苦的人居然是你！别人都是坑爹，她是被她亲爹给坑了，你这点应该比谁都清楚吧？说话呀！说话！你干什么？你看谁不爽，你跟谁死磕去！捡个最爱你、最疼你的女朋友来撒谎，你他妈也算是个男人啊！我跟他分手，至少他不用再做那些他不愿意做的事儿，他不用被夹在他爸和我之间，两边撕扯。他不用再去忍受那种不管做什么都是错的委屈。如果跟我在一起，永远都是没完没了的委屈、担忧，甚至是恐惧，我宁愿长痛不如短痛。真的无法挽回了吗？如果连让你爸出轨的情妇都是他爸亲手送上门吗？你认为这两个人还能在一起吗？听到舒澈这句反问，我知道他和妙莹真的结束了，即使他们两人依然相爱。我的悲伤既为妙莹的委屈，也为舒澈的惨痛。爱情里不问是非，很多人是这样认为，也是这样做的，但舒澈不是。我呢？如果是我，会怎么样呢？
苏澈，开门。怎么了？这是？你跟谁打架了？你这是怎么了？这儿啊？你这些天你都睡沙发呀？你到底和谁打架了？你怎么突然就跟大家失联了？怎么突然就跟妙莹断绝关系了？我见过刘彩琪了。他来找你了？我去找的他，因为我想知道真相。现在我知道了，刘彩琪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我爸。这个女人她到底想干什么？她是不是不甘心就安安静静的从我们生活中消失啊？她的目的就是为了拿这个肚子里的孩子来胁迫你爸，胁迫我，胁迫我们来接受他，长期存在在我们的生活里，贪得无厌，无休无止的索取利益。我还知道，刘彩琪之所以会认识我爸爸，那是接受了程伟的安排，替程伟公关。程伟跟我爸之间激起了所有官商勾结的套路，权、钱、色。舒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你爸呢？这些事儿，您之前就知道了是吗？你爸接受陈伟的钱，不是为他自己，他是为了你。他笑纳程伟安排的女人，那是为了谁呢？我不许你这么侮辱你父。妈，如果钱可以因为亲情之名高尚化，如果色可以因为人性之名合理化，那么任何行贿受贿的腐败之举还有什么不能洗白？我可以把我爸跟程伟的合作修饰得特别美好，说他们是惺惺相惜、为国为家。至于您，可以视我爸的出轨为情之所至，因为爱情。可是世人会怎么说啊？我可以因为我得到了既得利益，去原谅我爸。您可以因为夫妻不可拆分，睁一眼闭一眼去宽容我爸。那别人呢？为什么要原谅他？妈，你们的麻烦远远没有结束，光是刘彩琪和她肚子里的孩子，就够你们忙乱一阵的了。我爸怎么面对，您怎么处理？很抱歉，我无能为力。您都没有办法阻止他们开始，我就更没有办法让它结束。所以现在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，我求你们了，不要再以为了我好的名义，让我去接受我不接受的价值观和人生。别管我，让我安静的读书，过我自己的生活。叔望，我和舒澈谈过了，果然是这个刘彩琪，她把什么都告诉儿子了。她到底想干什么呀？那舒澈是什么反应？她和妙莹分手了。他这什么意思？他的意思是，宁愿舍弃和妙莹的感情，也要和程伟划清界限。是不是也要跟我划清界限的意思？
他把我也划到你那边。刚才我是被他赶出门的。咱们的这个儿子是越来越麻烦了。朱旺，你的麻烦，我们的麻烦，都不在于儿子。他心里再不接受已经发生的事情，再不接受你的价值观，他也不会伤害到你。刘彩琪就不一样了，她才是我们的麻烦，早晚是个祸患。我知道，陈伟马上就回到美国，一切都交给他处理，包括后话。交给他办，你放心吗？他现在跟我们是利益共同体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处理不好刘彩琪，他也会有麻烦。要是他也解决不了呢？你放心，他比我们更知道该怎么做。姐，情况你都清楚了啊？我怎么也没想到，你说这舒澈怎么主动去找刘彩琪了呢？以这个女人的嚣张气焰，就算今天舒澈不去找她，她也早晚会蹦到舒澈的面前。我就想不明白，她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她为什么要告诉舒澈？难道你看不出来她贼心不死？你以为把她送出国就完事了？她1分钟都没有想放弃这层关系。她为什么要悄悄怀孕，坚持把孩子生下来？她就是要逼迫舒旺，甚至逼迫我，不得不承认，不得不接受她阴魂不散的存在。她宁可做个地下情人、国外二奶，她也要咬住舒旺不撒嘴。可能她还会觉得自己委曲求全呢。我原来真没看出这个女人这么大的野心。你把她送出国，交给鲁尼看管，那时候，你真的不知道她怀孕了？如果我要是知道，今天的一切事情就不会发生。现在这个女人跟她的孩子，那就成了顶在咱们脑袋上的一颗雷呀。我看她的肚子也有7、8个月了，鲁尼不可能不知道啊。那他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哪知道啊！所以一会儿我要去跟那个鲁尼聊聊啊。都蠢到要问到鲁尼头上了，你这还不是明摆着的呀？你不了解刘彩琪的手段，你不就是因为了解了他的手段，你才把他送到舒旺面前的？哎，姐，哎，我可从来没受益过他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在我这儿装无辜了。男人那点事儿还用说吗？刘彩琪先搞定了你，然后又搞定舒旺，现在又搞定了鲁尼。程伟，我说你脑子进水了，你把刘彩琪弄到旧金山，你就不怕她接触到舒澈和妙英啊？姐，这是我疏忽了。哎，可当时我首先考虑的是，把刘彩琪安排在美国生活，而她始终要处在我的监管之下。禁止他贸然回国，而监控他这个人必须是我信得过的，跟我有利益来往的人，所以我锁定了鲁尼。至于我跟舒旺、舒澈跟妙莹的恋爱关系，我一个字儿都没有跟鲁尼提过。哎，他只知道刘彩琪是个不同寻常的女人，至于她从哪儿来，原来干过什么，鲁尼更是一无所知。哎呀，谁想到啊，旧金山这么大，他能跟舒澈跟妙莹碰上啊？哎，我更想不到，你说这个女人怎么会这么处心积虑？舒旺应该跟你说过，我想再强调一遍，不管你用什么手段，绝对不能让这个孩子生下来。